一直以来用中画幅拍视频就是一句玩笑话。那当然你说我用阿莱65，那我没用过，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一件事情。那4年前富士发布了 GFX 100这台中画幅相机，我们也尝试过用它来拍视频。2年半前 GFX 100S 它也有这些视频功能，但是无论是 GFX 100还是 100S， 他们拍视频的体验，我觉得绝对说不上好用，对吧？尤其在今天这个时点，视频方面，他们早就被全画幅相机暴杀了几条街了。那所以有意思的一点就是，在今天这个时点，如果你来看中画幅市场，你会发现竟然没有任何一台中画幅相机，它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拍好视频。那哈苏的 X2D 拍照很不错，但它连视频这个选项都没有。而这一次富士全新发布的这台 GFX 100 Mark II， 除了宣传他们的照片功能以外，你会发现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它的视频功能。无论是 8K 各种电影模式、10比特422、F-Log2 这些各种功能，你就能看出来，富士对于这一点是非常认真的。那如果你问我这个体验到底怎么样，那我可以很快的给你一个结论，就是中画幅相机这个领域，拍视频当前它就是绝对的王者，没有对手。但问题就是中画幅它毕竟只是一个传感器的规格，无论是镜头、参数、色彩、对焦、操控，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你拍视频的体验。所以到头来，你还是得把它拿来和这些全画幅机型比一比。那这个时候，就有些东西可以聊了。外观方面，相比 GFX 100，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，它现在都小了很多。整体的机身设计和 GFX 100S 是差不多的。那如果你不装镜头，看上去它就是一台大号的全画幅相机。那 GFX 100 Mark II 相比1代少了底部的竖拍手柄。那当然，富士在相机的底部也保留了触点，只不过你需要额外去购买，这样可以用上3块电池。那顶部的位置 ，GFX 102代依然保留了可拆卸的 EVF 设计，可以换成这个支持角度调节的 EVF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它只拍视频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给摘掉，变成一个比较方正一点的方块机。那其他在外观方面还是富士的老样子，整体的按键布局很合理，顶部巨大的背光肩屏，这些都还是挺好用的。接口方面 ，GFX 100 Mark II 从上到下分别是一个网线接口，一个3.5毫米麦克风接口，一个全尺寸 HDMI， 一个 Type-C 接口，支持通过 SSD 的外录。那另一侧还有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接口。那讲完外观，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中画幅的传感器它到底有多大。这是 iPhone 14 Pro 主摄的传感器大小，那这是 APS-C 传感器的大小，这个是全画幅的，这个是阿莱65的，这就是中画幅相机的大小，和阿莱65已经在尺寸上其实是差不多大小。那相比全画幅，中画幅的面积大了70%左右，那这就意味着在光圈相同的情况之下，相比全画幅，中画幅能够提升70%的进光量。那理论上更大的进光量，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，都会意味着更好的一个画面表现。那我们先来讲讲照片，毕竟大部分人买它应该还是为了拍照。那和上一代相同 ，GFX 100 Mark II 拥有1.2 亿像素，最高可以拍摄16比特 RAW 的照片，配合中画幅特有的前景深，还有富士的色彩科学，这段时间我们也用它拍了不少的照片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质感。用 GFX 100 Mark II 拍照片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享受，尤其像我这种不怎么用连拍的人，我会更喜欢固定好，然后这样咔嚓拍一张。那相比哈苏 X2D GFX 100 Mark II 在对焦方面也会要好上不少。那当然，除了像我们这样的扫街的拍法 ，GFX 100 Mark II 可能会更加适合影棚的拍摄流程，无论是灯光、演员、镜头焦段，都会变得更加的可控，也更能发挥出在中画幅的最大的实力。那讲完了照片，现在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段时间我们用中画幅拍摄的视频样片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看到 GFX 100 Mark II 具体参数的时候，我也是懵的。这是我们有史以来见过最为复杂、最绕口的相机参数表，没有之一。我们自己都花了足足1个多礼拜才把它全部测明白、搞明白，因为它的规格真的太多了。你听我来给你报一下，你有 GF，
也就是中画幅模式。在中画幅模式里面，你有 1.47 倍的裁切的 DCI 8K， 最高可以拍摄24帧。你也可以选择拍摄 4K 没有裁切的50帧的模式，你也有不裁切的 5.8K 的2.35:1的模式。OK， 下一个 Premista 模式，也就是比全画幅大这么一点的一个规格里面，你有 1.07 倍裁切的 5.4K 17:9的模式， 4K 模式有 1.08 倍的裁切。OK， 再下一个，在35毫米，也就是全画幅的模式之下，你有 4.8K OpenGate 3:2的选择，有 1.21 倍的裁切。最后你还可以选择变宽模式，有2倍的反挤压模式，你可以拍摄 8K， 那其余的反挤压只能拍摄 4.6K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参数。除此之外，它们各自的采样模式又不同，有的是超裁，有的是像素合并，或者说跳裁。所以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来做这么一张图给你参考，也许还是不够完整，但这也许就是富士良心或者说认真的体现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对新人来说，这个学习成本真的非常非常的高。唯一在纸面参数上缺少的规格，我觉得可能就是 4K 120帧。那毕竟是一个中画幅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忍一下。但是这些参数细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东西你都会打上一个问号。比如说 8K， 那虽然说 8K 画质非常的锐也很好，但是它是裁切的。那最小裁切倍率是 1.47 倍，那其实相当于就把它裁成了一个全画幅的大小。那如果让我们快速给一个答案，到底什么规格应该拍的话，那我会说，想要最高清晰度，那就选择 8K 中画幅 1.51 倍的裁切模式。那你想要没有裁切，就选择 5.8K 2.35的 Cine 模式。那画幅和裁切之间最佳选择是 Premista 的 5.4K 24帧。那最大画幅和画质之间最佳选择是35模式的 OpenGate 4.8K。那我最不推荐的格式就是中画幅和 Premista 模式下的 4K 50帧。这真的非常非常的绕口，我知道你都要听晕了，但是这里我就不具体讲为什么每个都要选这个参数，你记住结论也许就可以了。那动态范围方面，在富士更新的 F-Log2 这条曲线之后已经好了很多，现在已经修复了之前 XHRS 上面出现的这个横纹问题，所以不会有暗部的这种横纹。那动态范围现在官方说有14档左右，那当然因为高像素的原因，你会发现它的底噪还是比较大的。ISO 我们放在640到800之间是我们用的最多的。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动态范围，因为全部分给了高光，所以在暗部的噪点就会比较多，你需要尽可能做向右曝光，才可以有个最好的效果。那其他方面，我觉得无论是肤色还是整体的感觉，富士带给你的都还是挺不错的，非常漂亮。记录规格方面 ，GFX 100 Mark II 支持录制 ProRes、H.265、H.264、All-I 各种规格都有，码率也各不相同。那卡槽它用的是双卡槽，分别支持 CF Express Type B 卡还有 SD 卡，那基本上是一个旗舰机应该有的配置。1TB 的 CFE 卡录制 8K 视频 ，ProRes 422HQ 可以录制39分钟左右。那 H.265 编码可以录制3小时9分钟，文件会小很多。那说真的，只要你的电脑支持 H.265 的硬件解码，我现在会更推荐你使用 H.265 编码，性价比会高很多，不会文件超级大。那这次我们所拍摄的样片基本上都是 H.265 720 Mbps 每秒的这个格式，其实用下来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续航方面 ，GFX 100 Mark II 用的是 MPW235 电池，那续航表现我会说是中规中矩这个水平。如果你是拍照片的话，1天2块基本上够用；如果是拍视频的话，那1天4块电池基本上是必须要准备的。那有一点比较好的是 GFX 100 Mark II 你基本不用担心过热，这个话在今天说出来还挺奇怪的，基本上大部分相机都有过热这个问题。不过 GFX 100 Mark II 机身这么大，整体散热水平也非常不错。在我们测试规格之中，在室温25度的环境之下，连续录制 8K 25帧，1TB 的卡录满，目前也没有出现过热关机的情况。那富士官方甚至为了保险，还给它配了一个散热的风扇。只不过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糟糕的设计。这个风扇配这块翻转屏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有人用它。那果冻控制方面 ，GFX 100 Mark II 你要说好的话，那说真的，有的规格它还是挺好的。比如说拍摄 4K 的时候，读出速度很快，94毫秒左右，这对于一个中画幅来说已经非常震撼。但是你要说它差，有一些规格它的表现确实就没这么好。比如说裁切之后的 8K， 它的滚动快门读出速度达到了31.98毫秒。
那作为一个参考 R5C 的 8K 25帧全画幅只有 15.5 毫秒，要少1倍的时间。那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富士这一家的问题，你会发现索尼的 A7R5这个全画幅的机型拍摄 8K 25帧读数速度大概是在35毫秒左右，所以果冻效应在拍摄 8K 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拍摄的大部分样片都选择了 5.8K 的 Cine 模式，相对果冻来说会好很多。那讲了这么多用中画幅的东西，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？那我总结了2点，第一点就是因为卡口更大，它拥有非常丰富的转接能力，无论是转接佳能或者尼康的全画幅镜头，还是转接富士自家的 Primesta 的电影镜头，或者是全画幅的变形宽银幕镜头，这些都可以为你做到。那第二点就是相比全画幅，中画幅在视觉上会有更浅的景深。那这里有一组对比，同样的光圈，同样的构图，同样的焦段，那中画幅的景深确实就会更浅一些。那还有一点比较玄学的就是所谓的立体感，这也并非无据可循，毕竟有转换系数，你的物距会变化，你的透视也会有变化，即便是同样的焦段，相比全画幅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，你觉得中画幅的质感会更好一些吗？那如果你感觉出来了，你理解到它的奥义，那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诺兰或者惠特玛或者狄金斯。祝你好运。那优势讲完，来讲讲中画幅的天然劣势，那就是对焦还有防抖。那中画幅因为整个传感器结构大了，这2方面确实处理上会更难一些。那我们先讲讲对焦，一句话总结出来就是表现还算不错，尤其在中画幅里面是非常不错的。GFX 100 Mark II 拥有相位对焦，整体对焦的可靠性其实还挺不错的，各种物体的识别我觉得也还是相当精准的，只要系统检测到画面中的物体，那它追焦整体是能跟上的。那相比索尼，那还是有些差距，尤其是人物入画之后的焦点锁定会差一点。那在中画幅领域，我可以给它一个好评，真的还是挺优秀的，尤其是用过哈苏之后，对吧？这个差距还挺明显的。但是对于用惯了索尼的人来说 ，GFX 100 Mark II 的对焦表现，我只能说够用，没有达到特别好用的地步。你还需要时刻注意焦点，有可能会跑偏。比如我们上了航拍的镜头，距离远了，物体识别不到，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脱焦的问题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GF 镜头它并不是完全为这个拍视频而考虑的，所以呼吸效应有几颗镜头会比较大。我倒是挺希望富士能出一个索尼的呼吸效应补偿功能，这个对于拍视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。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防抖，这也是这次我在拍摄过程中被这个相机坑得最难受的一点。就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遇到了。GFX 100 Mark II 这次有7级防抖，手持站定拍摄非常不错。一旦上了稳定器，这个防抖就会开始抽风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个 bug， 它画面就是会出现这种高频的共振，无论是我们打开防抖、关闭防抖，各种功能我们都试了，但是这个共振就是没法去除。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，我猜测应该是关闭了防抖之后，它机身内部并没有完全把这个传感器给锁死，所以在用稳定器或者航拍的时候 ，Z 轴的震动会全部传到传感器之上。那这些高频的震动后期我们试了一下，也没法去掉。所以在我们使用下来之后，目前 GFX 100 Mark II 只能够手持或者上一个滑轨。我觉得富士急需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不然真的很影响使用。如果把这个问题干掉了，那我觉得中画幅拍视频在当今听起来很离谱，但我觉得确实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可以做一些严肃的这些工作和创作了。那所以在我们使用了 GFX 100 Mark II 这段时间之后，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在照片领域，尤其是商业平面、影棚里面，能够发挥出它非常大的实力，真的很强。所以如果你确实从事这一类行业，那我会推荐你购买它。那如果今天你想中画幅拍视频，就是喜欢中画幅的质感，那 GFX 100 Mark II 确实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。说得很离谱，但就是这样，它就是当今最强的中画幅相机。即便在视频功能上和全画幅有一些差距，但是能看到这样奇特新奇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。所以看完之后，你觉得这台 GFX 100 Mark II 值得买吗？或者你现在手上的相机是中画幅吗？会买的或者有中画幅的，你可以扣个1。你看，帮你筛选好了，各位朋友该找谁你自己看吧，对吧？筛选完成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欢迎给我们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也可以转发给你的富哥朋友们去看一看，如果他想买的话，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